仆人、深渊、公务员、龙下第一人，组队的思路虽然都很固定啊，但是队友的选择和队伍的类型非常丰富，有直商流、超载流、蒸发流、融化流。那么这4种主流的流派各有什么特点呢？首先，以蒲万中班为代表的直商流是最无脑、最连滚键盘的流派，减抗、增伤、攻击力、护盾全部拉满。仆人作为主力输出呢，不停的 A 就完事儿了。但这种粗暴的3拐1直商流，缺点是上限比较低，3金的造价对不起伤害的产出。那么进阶一些的直商 Pro 队伍，就是把钟离踢了换成希诺宁，虽然损失了护盾，但是造成的伤害就更进一步了，算是追求伤害的一个选择。那么如果想要更性价比的组合，就是把这个队伍里的万叶换成蓝焰，2金造价下的伤害和基础版的3金差不了多少。可以说在仆人的队伍里面，蓝焰就是平替钟离的存在，甚至某些条件下更优秀。那我觉得直商流最大的特点，或者说它的优势呢，就是突出一个简单无脑。然后超载流这个玩法呢，可以在队伍里面塞入夏沃雷和班尼特2个大拐，这样一来呢，攻击力、减抗就全都有。如果2位4星都可以满命，还能提供不错的增伤，拐力也算是拉满了。剩下的雷元素角色可以加入北斗，既有减伤也有抗塔断，就是北斗的充能要堆得高一些。优点就是成本真的还蛮低的，1金的造价0命夏沃雷、1命班尼特、0命北斗就可以打出直逼基础3金直商队的伤害，非常适合资源不多的玩家作为起步的基石。缺点就是夏沃雷锁死配对，容易被环境针对嘛，不够通用。还有就是说，虽然是超载流，但其实也就是拿超载当个触发器，可以理解为变相的直商流，因此上限也是被锁得死死的，非常依赖夏沃雷和班尼特的命座。想把4星角色充满命就比较看脸。如果说艺高人胆大，打桩的时候带上丽莎，效果其实也蛮不错的。接下去的蒸发流呢，根据队友的金属不同，打出的效果也不同。1金的情况下，行丘挂水，蓝焰提供护盾减抗，讨龙给攻击，再配合班尼特，造成的伤害也不低，和蒲万中班的伤害差不多，也是一个性价比的选择。2金的情况下有2种选择，一种是蓝焰换成希诺宁，玩法上更激进，缺点就是没有护盾，只有行丘负责抗打断和减伤，遇到生存压力大的环境容易吃瘪。另外一种选择就是把行丘换成叶兰，这个队伍的缺点就是减抗的覆盖时间不如希诺宁长，叶兰的增伤效果和仆人强势的输出期是错开的，当然也可以高情商的理解为伤害表现更加稳定。3金的话就是叶兰加希诺宁，这就是更激进的选择。之前行丘还有一定的抗打断和减伤，这个队伍的话，除了希诺宁能铲一下结晶盾，等于仆人在裸奔，但是伤害是真的又高又稳定，是我这种低配低练玩家凹深渊的好选择。当然，这个队伍也可以把希诺宁换成万叶，走一个水火双扩散，就是说这个操作相对来说复杂一点。在实际的战斗当中，它的容错率就和玩家的熟练度比较有关系了。最后呢是新进的融化流，融化流怎么说呢？就比较吃操作习惯，火打兵2倍伤害的同时呢，又会导致元素无残留，所以平 A 的节奏很重要，算是主动降平换取更高伤害的一种玩法。代表队伍就是纳塔战舰的改版阿尼拉西。奶奶的挂兵虽然不算特别高频，但是 EQ 有连续的挂兵，可以让仆人强势的前段伤害表现更佳，但缺点也很明显，就是容错率比较低，单兵融化相对来说是最需要手法的一种玩法了。体验下来呢，个人更推荐把希诺宁换成万叶，这样一套染兵扩火的流程之后呢，就能实现几乎无脑的融化。当然也有缺点，就这套流程下来，奶奶开大先挂兵，然后万叶开大，所以这个挂兵的实际覆盖时间会变短。其次，奶奶之后要接万叶的话，带讨龙就没有用了。最重要的是呢，这种严谨的3拐1流程是不能出错的，如果出错了就亏了。所以面对多动元魔的时候，还是那个问题，就是容错率比较低。所以和其他玩法比起来，融化流的优点就是上限比较高，但是不够无脑。综合起来的话，个人会更倾向于蒸发流，伤害不错的同时也更稳定。
低配高配呢都有选择，过渡比较丝滑，也不需要过分的去练习手法。那么叠甲到这里肯定就没什么人看了，接下去呢就是我个人从 4.6 使用到现在的一个仆人的主观感受，谈谈为什么我不太喜欢用仆人。就我这个仆人呢是0+0攻双爆23.6个有效词条，2500多点的攻击，70+160的双爆，在我看来呢算是毕业了。然后我这个仆人呢也确实是我账号里面伤害第一梯队的角色，但作为一个持续输出的角色呢，他非常需要班尼特，这是我不太喜欢他的第一个点。就现在的班尼特其实就是一把双刃剑，画地为牢和内鬼火的缺点非常的明显。如果是爆发角色，比如说像火神这样子的需要班尼特，我个人觉得就还好，因为这种爆发角色一般出伤前置，一击脱离，能够扬长避短嘛，容错率就更高。但是持续输出的角色就需要一直在圈里战斗，放大了画地为牢的缺点，外加仆人战斗时候呢不能被队友奶，所以他是不能去硬扛伤害的。内鬼火对他来说是一种潜在的威胁。那在我看来，仆人加班尼特就是一个数值上优势，但是舒适度上并不占优的组合。去掉班尼特行不行呢？在舒适度上是可行的，但是很现实的一个问题就是我这个练度0+0的仆人在失去班尼特的情况下，伤害表现确实不太行，而且仆人的普攻天赋对于攻击力还是有要求的。另一种选择就是超载流组夏沃雷，这样就避开了画地为牢的问题。不过超载流因为火雷限定嘛，在环境限制比较多的当下泛用性会差一些，而且超载火 C 我就会更喜欢林尼一些。这个其实是我不太喜欢仆人的第二个点，就是战斗的方式比较无聊吧。原神中有许多攻击模组，平 A 的战斗方式呢就最普通，总觉得战斗的时候有点干。这个算是我个人的一个癖好。我比较喜欢林尼这个角色的原因，就是因为他是蓄力攻，输出成本比较高，一边蓄力一边需要去调整自己的走位，观察原模，这让战斗中需要关注的要素更多了，体验就更丰富。我觉得每个玩家都会有自己的一个操作阈值吧，太高就会觉得难，太低呢会觉得简单，割草没什么意思。仆人这种以平 A 为主的战斗方式，刚好让我觉得是不太有趣的这一种。最后一个点是生命之气的设计并不完整，一共就出了克洛琳德、仆人、西格文3个角色，而这3个角色之间又没什么联动。克洛琳德还会因为受到治疗增加生命之气，仆人的生命之气就完全是自己和自己玩，感觉这个角色在各方面就和他赤月后裔的身世一样，是比较孤立的一个角色，少了一些组队时角色天赋联动带来的乐趣。那这3点呢，就是我虽然觉得仆人强度很高，但却不太喜欢使用它的原因。当然这3点都很主观，不能说是仆人的缺点，因为这3点其实也可以有正面的评价，比如说带上班尼特就能获得更高的伤害。其实绝大多数攻击模型的角色都离不开班尼特，那么既然都离不开班尼特，仆人带班尼特能打出更高的伤害，那不是合情合理吗？第二点，普攻的战斗方式虽然很无聊，但是操作简单，容错率高，能把理论伤害都打出来，所以这是一个利好玩家的设计。第3点，生命之气呢是一种平衡机制，让玩家在战斗中需要关注自己的血量和原模的动作，从而在是否释放大招上进行博弈，增加了战斗的层次。这难道不算是一种优秀的设计吗？所以其实角色的每个特点在玩家口中的评价是不同的，而且也是会相互转化的。因此我对于仆人这个角色其实也有自己独特的期待。第一是我觉得火神是大班尼特这个预期落空之后，是否会出现下一个攻击力拐去迭代班尼特，就像万叶和希诺宁这样的关系。那如果有，对仆人乃至大多数攻击模型的角色来说，都是一个比较大的利好。第二是仆人作为一个在设定上非常特别且属于至东阵营的角色，那么会不会在至东得到更多的队友？尤其是当生命之气这个体系彻底铺开之后，会不会解锁更多的玩法？第三是仆人切人不掉状态的特性，以及他组队非常多样的特性，让他在面对复杂环境时更从容。那么未来是否会有更多的机制原模能够让他发挥出自己的特色？这些我觉得都是制作组留在仆人这个角色身上的伏笔。所以如果让我更中立的去评价0+0的仆人，我觉得优点是智商高、操作简单，理论伤害都能打出来，组队的选择比较多，蒸发融化、超载、智商都有，切人不掉附魔，适应环境的能力强。缺点是0+0的配置下需求班尼特或者夏沃雷，且战斗中无法被治疗刚需护盾，不然在高压环境下比较吃操作熟练度，容易手忙脚乱，输出轴混乱。但总体来说，作为一个强势的火 C， 抽一个作为战略储备是非常合适的，因为现在原神的战斗会考验玩家 box 的广度，有点崩铁化的趋势，所以每个属性的主 C 辅助都练一个，肯定能用得上。好吧，那么这期就到这里，我是铁瓦特弟弟，我们下期再见。